你好，我是 Alex。昨天发的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最后一部分讲到这个比特币未平仓合约的新高，以及即将出现的这个巨幅的震动。那么今天的市场呢，不算很大的波动，但是呢，对比成交量萎靡14%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幅度的下行啊，可以称得上是巨幅的波动了。那么既然是波动，只跌不涨呢，不能算波动。最关键的还要看明天一早美国即将发布的7月份的 CPI 的数据。关于这部分的预测呢，本周一我在会员群已经给出来操作思路了。我们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就来讲一下即将要发布的 CPI 的数据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反馈。第二部分讲一下 Coinbase 第二季度巨亏的这种财报，以及分析一下这家公司什么时候会破产。第三部分，我们的老朋友 Mark Cuban 公开表示，狗狗币比爱达币 Cardano 更加有前景啊，是他不懂加密货币呢，还是说这个话里面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我们要分析一下。好，我是 Alex。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的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看一下第一部分有关 CPI 数据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的时候CPI 数据公布出来是 9.1% 的时候当时是15分钟之内比特币暴跌了1000点，因为当时的数据呢是非常非常的难看，当时是各种经济学家或者是各种机构给出来的预期呢都是低于 8.8%， 结果呢却创造了40年来的新高 9.1%， 所以呢当时这个市场一下就绷不住了，就来了一次急跌。那么同样的，明天一早美国即将公布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这一次的经济学家给出来的预测呢是同比上涨 8.7%， 低于6月份的 9.1%， 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的核心的 CPI 预计呢同比增长 6.1%， 6月份呢是 5.9%。 那么预期呢归预期，我们还是要看到实际的数据出来才能确认接下来的一个月的走势。根据我在美国7月份的真实的体验那么油价呢确实是低了很多，但是呢肉价有了一些明显的升高。考虑到美国家庭汽油是一块很大的支出的话，那么7月份的 CPI 应该会低于 8.8% 的预期。如果说真实的数据出来呢是 8.6% 或者是 8.5% 的话，那么美联储也会跟我们一起长舒长叹一口气这说明多少呢？给美联储了一点面子说他们加息抑制住了通胀，不至于将他们惹火，继续放狠话。所以说明天早上的这个数据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当然这个东八区的时间是今天晚上的8、9点钟就能看到。不管怎么操作呢，一定要盯着这个数据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呢是数据不会太难看，比特币呢有一个向上的冲力希望不会被打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我们频道一直都在抵视的一个美国的上市公司，也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Coinbase 第二季度的财报今天下午就出来了。 Coinbase 的公布的财报显示2022年第二季度净亏损11亿美元。那么大家听好了，是11亿美元包括这种减值的费用是这个 FactSet 调查的分析师预期的 5.46 亿美元，亏损的2倍。平台的资产呢从第一季度末的2560亿美元暴跌 63% 到第二季度的960亿美元。净收入呢是8.03亿美元，其中交易收入是6.552亿美元，订阅和服务收入是1.47亿美元，比第一季度的11.7亿美元的净收入下降了 31%。 根据 CNBC 的报道， Coinbase 表示他说我们确实在第二季度看到了资金的净流出，这种行为的大部分呢是机构客户降低风险并出售加密货币以获得法定货币。本季度比特币占交易收入的 31%，为2021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而 22% 的交易收入呢与以太坊相关。第二季度 Coinbase 每个月呢有900万的交易用户，低于第一季度的920万刚才他们说到这个比特币的交易的占比的增加，那说明其他的币的交易呢是在下降的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 Coinbase 的一个高管说
他说他们的目标呢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专注于质押。那么这种骗人的鬼话还好意思说出来？那么你开交易所不是为了盈利，那你怎么对所有的股东交代？大家买你的股票不就是为了盈利了吗？那么你不盈利，大家买你的股票干什么呢？所以说这家公司在我这里呢已经是被拉黑名单了啊！大家不要在这里质押任何的币，也不要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么有币在里面的话，赶紧击币啊！你真的不知道哪天爆雷啊，他们就跑路了。大家去看看 Celsius 的前车之鉴吧。那么我前2天听到我朋友说，他有一个朋友说他放了400万美元的资金在 Celsius 里面提不出来了，当时去 Celsius 就是贪图啊比其他地方给的利息呢高一点。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盯着的是高利息，他们盯着的你的是本金。还有一个消息就比较尴尬了啊 ，Coinbase 一名股东叫做 Donald Culture， 代表 Coinbase Global Inc. 向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Culture 指控包括首席执行官 Brian Armstrong 在内的9名 Coinbase 现任和前任高管违反联邦证券法，滥用职权，给公司造成财务损失，以及严重管理不善。此前，新泽西州地方法院已提出集体诉讼，指控 Coinbase 允许美国人交易未注册证券等等啊。所以说这个公司啊，目前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啊，这是种种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浮出水面来了啊。我自己呢，在美国人的公司里面上班呢，也是接近10年了。大部分的美国人做事情啊是什么样子，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啊。如果说没有美国比较健全的这种法律体系的话，那么美国人建起来，美国人作起来啊，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的人都要厉害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所有看我视频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是使用到了 Coinbase 啊，不要重蹈覆辙，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资金的安全。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啊，达拉斯独行侠球队的老板，也是我们频道经常提到的狗狗币的超级支持者 Mark Cuban，在参加一个山寨币的这个广播中啊，被问到狗狗币和爱达币 Cardano 的时候，这位大佬说，我对 Cardano 的看法呢，跟对 Polygon 和 Ethereum 的看法相同。库班说，他关注区块链上的交易的数量，链上的交易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币的成功的风向标啊。他说啊，我猜非洲人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使用 Cardano， 因为你看不到非洲人的交易，也没有产生任何的费用。那么我本人呢，对 Cardano 没有深入的研究过，我不知道这个币是不是最开始喊出来的口号是要在非洲进行什么推广啊？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啊。马克库板继续称啊，他说虽然 Cardano 拥有智能合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他没有看到 Cardano 在哪里产生了太大的影响啊。那么他的意思很明确了，就是说你有智能合约，那么以太坊也有智能合约，甚至 Polygon 也有智能合约。那么 Polygon 和 Ethereum 呢，在很多地方的应用啊，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但是没有看到 Cardano 在哪里产生太大的影响。库班继续说啊，下一个人人都会使用的一个伟大的应用的程序，一个 App 可以是建立在 Cardano 上面的。那么发生这种情况呢，大门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代码开源在上面都是敞开的，但是呢，目前呢并没有发生啊。他继续说，他说我仍然认为Doge有着比 Cardano 更多的潜在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的这种机会。库班继续补充说，他相信 Cardano 的机会更大啊，至少在狗狗币成为应用程序的平台之前。那么以上是马克库班最近呢有关狗狗币的一些言论。通过上面的一段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得出，库班对加密货币的认识呢还是非常深刻的啊，并不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所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啊，狗狗币下一步呢是不是要走这种公链的路子啊？那么之前我们多次提到过的狗狗币以太坊的桥，好久没有听到消息了。那么我觉得呢，要等这个以太坊升级之后，可能才会有下文。总之呢，希望在熊市的时候，有人能够对狗狗币做一点什么，这样的话，狗狗币在下一轮牛市的时候啊，再加上马斯克的喊单，走出一个好的行情呢，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